大家好，我是老李，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摄影光线中的逆光。逆光是一种具有艺术魅力和较强表现力的光照，它可以使画面产生完全不同于我们肉眼在现场所看到的实际光线的艺术效果。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关于逆光的概念。逆光也称轮廓光、隔离光或者背光。这种光的光源在被摄体的后方，在镜头的前方。有时镜头、被摄体、光源三者几乎在同一条直线上。由于光线照射角度、高度与被摄体具体情况的不同，逆光又形成了不同的分类。让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我们首先说顺光。光线的照射方向与照相机的拍摄方向一致，或者基本是一致。阴影在被遮挡人物的后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侧顺光。光线的照射方向与照相机的拍摄方向。侧顺光兼具顺光与侧光两种光线的特征。而我们再来看一下侧光。光线的照射方向与照相机的拍摄方向呈90度的夹角关系，主体人物有明显的受光面和背光面之分。而侧逆光呢，光线的拍摄方向与照相机的拍摄方向呈钝角夹角的关系。侧逆光兼具逆光与侧光两种光线的特征。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逆光。光线的照射方向与照相机的拍摄方向是相反的，主体人物的边缘有明显的光线轮廓，画面有明显的明暗反差，这就是逆光所形成的几种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正逆光拍摄下的照片。正逆光照明下的景物边缘部分都被照明，由于受光的面积比较小，所以只形成轮廓光的效果，可以勾勒出景物的鲜明轮廓，同时可以突出表现景物的外形，能够以剪影的效果营造出生动的形状。但是相应的代价就是可能会损失掉表面的肌理、细节特征以及色彩。在正逆光照明下的景物，由于大部分是背光面，只有极少部分是受光面，所以阴影比较多。逆光照明往往会使画面的造型偏暗，白天拍摄夜景以及剪影、半剪影的常用光线。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下一张照片。日落后的天空霞光明亮，色彩丰富。在利用逆光拍摄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反差。通过逆光的拍摄，营造出剪影的效果，展现出细节丰富的色彩环境。利用光源与环境的色彩来为剪影增加魅力，并形成意境氛围。正逆光造成暗的背景，不但可以突出主要的表现对象，而且正逆光的照明又是表现隐藏的最理想手法。这是塑造大面积暗的背景，对于表现隐藏很有利。正的逆光照明可以形成实与虚、藏与露的艺术效果。背光面，特别是深色的背光面，往往把暗部的景物藏起来，这是虚的处理，而被逆光照明的人物便突出出来了。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利用逆光刻画橙色植物、枝叶的半透明质感和丰富的橙色影调，营造舒适、充满生机的视觉范围。逆光暗背景的情况下拍摄的叶子动感十足，在其他的光线下是不可能出现的。我们再来说一下侧逆光。侧逆光是来自照相机的斜前方，或者是左前方、右前方，与镜头光构成大约120度至150度夹角的照明光线，叫做侧逆光。光源置于被摄体的侧后方，同拍摄轴线构成一定的角度，但是在拍摄中，光源一般不会出现在画面之中，
这幅照片就是通过侧逆光来进行拍摄的，柔和的光线勾勒出小僧侣的轮廓，扬起的灰尘在光线下格外的醒目，整个画面营造出一种舒适和安静的视觉氛围。我们再来一起看下面这张照片，拍摄者同样采用侧逆光的方式进行拍摄，阴影投射在树叶上，使整个画面看上去更具立体感。在用逆光拍摄中，受光面只占小部分，能够很好的形成明显的轮廓光，同时也能很好的表现被摄对象的立体感，层次丰富。类似这样的照片容易产生出很好的光影效果。侧逆光的优点在于，侧逆光具有很强的空间感，画面层次丰富，而且生动活泼。它的缺点在于，容易因为曝光不准确而使画面曝光过度或不足。我们再来说一下高逆光。高逆光也称顶逆光，光源在被摄体的后上方或者侧后上方，一般会在被摄体的边缘形成比较宽的轮廓光。下面这张照片同样是用顶逆光的方式来进行拍摄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光源所打到人物身上的位置，通过这样的光线来营造出人物的某种心情。我们再来说一下逆光的特点。逆光是来自于照相机拍摄方向的相反光照，尽管逆光对表现细节表现不佳，但是立体效果最强，尤其是能在被摄的物体上形成美丽的轮廓光，因此它属于摄影的优质光源。当然，逆光拍摄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主体容易过暗，拍摄难度大，我们要适当的补光或精准的测光。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逆光拍摄的优缺点。逆光具有很强的塑形感，有利于勾勒轮廓，表现空间层次和营造气氛。它的缺点是因其照度极其不均匀，所以在曝光上很难把握。好，我是老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